小仓鼠说网文，为你解说我最爱的网络小说。星空美术馆内，柯寻和卫东正在欣赏一幅奇怪的水墨画，结果下一秒竟陷入一片黑暗，身上的衣服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丧服。两人慌张地来到一个小村庄前，发现已有4人在此等待。柯寻询问后得知，原来他们正身处那幅叫白氏的水墨画中，他们的任务是在画中世界寻找作者签名或前印，成功找到后才能出画。在画中死亡的人也会回到现实世界，但他们会清空关于画中世界的记忆，最后在现实世界中经历各种意外死亡。活着的人继续进入下一幅画中，因此几乎每次入画都会有新人进入，而柯寻和卫东就是被这第3幅画挑中的天选之子。作为新手，当然要先找好靠山。柯寻一眼就相中了冰山帅哥穆毅然，拽着卫东跟在大佬后面当舔狗。一行人来到村庄中唯一有亮光的老屋前，一个面目可憎的鬼老头给他们开了门，并发给每个人一条布绦。柯寻拿到的布条上写着央字，卫东的布条上写着孤字，不同的字代表着不同的任务。拿到明字去李家守夜，孤字去李家柴房砍柴，且字去村外挖坑，央字看守李家粮仓。抽到相同字的人被自动分为一组，柯寻和穆毅然一组，卫东和辫子男一组，4人任务都在李家，便结伴同行。来到李家后，众人惊恐地发现李家竟是一座灵堂，门口还摆着2个纸糊的童男童女，怪不得所有人都被安排穿着丧服。柯寻、穆毅然进入粮仓，就在2人聊天之时，门外竟传来一阵悉悉嗦嗦声，仿佛有人拖着大纸盒子走路，难道是门口的一对纸人？2人屏住呼吸，只见一只死人般的眼睛出现在窗前，下一秒纸人突然发狂，硬生生闯进了屋内。一个纸人扎成的男童死气沉沉地看着2人，面对着可怕的景象，柯寻被穆毅然捂住了嘴。此时屋外传了一阵阵可怕的惨叫声，听到声音的男纸人转身离开。难熬的一夜终于过去，天亮后还活着的人来到正屋内，屋内一片惨不忍睹，地上的3具尸体眼睛变成了血洞，嘴巴也大大的张开着，屋中还摆着一副没有钉钉子的棺材，显然这是不符合常理的。然而此画中不符合常理的事还有很多，比如棺材用的是纯柏木，守灵人竟然没有死者家属。经过惨烈的一夜，13人也只剩下了8人。安全时间内，柯寻和卫东跟随穆毅然来到掘坑之处，现场2具尸体惨不忍睹，全都被整整齐齐剁成了肉段。此时穆毅然解释起画中世界一个令人绝望的规则，那就是寻找签名的时间只有7天，7天找不到所有人都会死，而且每天也必须有人死。如果哪天很幸运所有人都存活下来，那么活着的人就要投票选出1个人去死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柯寻、卫东决定和穆毅然抱团，尽快寻找前印。几人思来想去，发现灵堂并不是此画的主体，而核心之处可能是村中的3棵老槐树。柯寻爬上老槐树，打算寻找前印，但除了看到密密麻麻的鬼脸外，一无所获。不知不觉中，可怕的夜晚再次到来，鬼老头 NPC 又来分配任务，这次卫东被分配到灵堂，柯寻依旧和穆毅然守柴房。就在所有人陷入恐慌之时，医生秦次冷静地希望大家能分享各自的线索。这个村子都姓李，他们的祖先属于同一宗族，在战国时期的秦国为官，官名叫宗助。而办丧事的这户人家正是被人诅咒后断子绝孙了，而前印或许就在整件事背后的真相中。这一夜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夜。半夜，柯寻猛然睁眼，看到一个恐怖而又诡异的错板人，赤裸的躯体扭曲折错，在地上缓缓蠕动着。这个鬼东西差点就让柯寻挂掉，好在有大佬在身边帮助，逃过一死。转眼天亮了，所有人来到了鬼老头家中，没想到这次8个人都成功存活，这也意味着有一个必须被投死。几个人跟玩狼人杀一样，纷纷阐述起自己不能死的理由。最终最不受人待见的辫子男票数最高，投票刚结束，辫子男就被乱箭射死。看着辫子男的尸体，大家的心情异常复杂，残酷自私的人性体验得淋漓尽致，而你又不能说这是不对，毕竟生死关头又有几个人不希望自己活下去。当然大家也没有功夫沉浸在思考人生问题中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要尽快寻找线索。而此时穆毅然说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，他们的死亡方式正是根据布条上的字来设定的。众人听完穆毅然的解释，全都震惊不已，看来不尽快找到前印的话，所有人的下场都很惨。为了活命，众人分头行动。在寻找前印的过程中，柯寻跟卫东说了自己的想法，整个村子都姓李，那说明他们存在近亲结婚的风俗，而近亲结婚极容易生出畸形儿。难道昨晚出现的错板人其实是一个畸形儿？而这幅白事的作者叫李金浩，他跟李家村又存在什么样的联系呢？这中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怀揣着疑问，2人找到鬼老头，从他口中得知死者是李麻子家的怪怪，
那口棺材正是怪怪娘死前提前打好的。正当两人打算深入询问时，鬼老头突然被激怒，差点变异，吓得两人落荒而逃。而此时穆依然和晴次那边也有了新的发现，他们找到了族谱和村志，发现这个村子不允许外人进，村民也不允许出村，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状态。族谱上也没有找到作者李金浩的名字。那棵老槐树上的鬼脸很可能就是死去村民的脸，也就是说这整个村子都被诅咒了。穆依然此时已经对鬼老头的身份有了猜测，他带着柯寻回到鬼老头家验证猜想，柯寻负责引开鬼老头，穆依然则负责搜索房间。柯寻在引开鬼老头的途中，意外地发现鬼老头的肚皮上有个怪脸。鬼老头其实就是李麻子，他也是个畸形，同时还是李怪怪的父亲家哥哥。原来这个村子的人封闭落后，多数人都是近亲结婚，导致后代成活率很低，再加上男多女少，便产生了一妻多夫的制度，也就导致了这个村子畸形儿非常多。作为畸形儿的李麻子肯定讨不到老婆，只能娶了母亲当媳妇，没想到生出的李怪怪是个更恐怖的畸形儿。从小就被人当成怪物的李麻子这下彻底崩溃了，他逃出了村子，并成为了一位知名画家，而他就是这幅白事的作者李金浩。难道钱印在李麻子的屋内？可是穆依然并没找到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柯寻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，那就是李金浩这个名字的造字本意。没错，真相只有一个，答案就在村南河滩边的观火台上。就在大家奔赴光明的途中，老槐树上的鬼脸全都涌了下来，在众人身后紧追不舍。逃跑途中又有一人被猎杀，就连穆依然和柯寻也差点被拖下水，不过有惊无险，剩余6人终于来到高台之上，从画中逃脱。此时他们口袋中也多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长河美术馆美术展。